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 AI 学院。那今天这期课程呢，小鱼儿主要给大家分享如何以图生图。那我们知道，在绘图在做一些故事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需要一个人物的一致性。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个以图生图。那这里呢，小鱼儿给大家展示一组以图生图做出来的图片。虽然说不能保证完全一模一样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相似度。那今天呢，小鱼儿的这期视频呢，就详细给大家讲解如何以图生图。如果说你对米经理呢还没有一点基础的话，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小鱼儿的前几期米经理基础教程，可以从一个 Discord 的一个注册，然后到一个创建米经理的一个服务器，以及零基础绘画开始学起。那这里我们直接来到米经理的一个界面。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先上传一张图片。那这里我们也可以上传一张图片作为一个参考图，那么也可以自己做一张图片作为一个参考图。如果自己做图片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谷歌翻译，把你要输入的描述词呢放到里面，或者说你在做故事的时候呢，你直接用 GPT 呢让它帮你写一个描述词也可以。那在这里呢，我们输入这样一个描述词：一只超级可爱穿着连衣裙的超级肥胖猫咪挎着时尚的包包呢向我们走来。那这里呢，我们直接这里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来到 Midjourney 点一个斜杠 image， 把我们的描述词粘贴到里面。这儿的话我们就输入一个参数9:16，这儿我们用一个 V6 版本，显示这种该交付失败，我们点一下这个重试。 OK， 这个指令已经发出去了。那这里呢，我们在输入这个参数的时候呢，一定要空格-AR再空格一下9:16。这里呢正在排队等待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点这个加号，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图生图，我们点上传文件。那我们就用这只肥胖猫咪来直接双击 Enter 键把它发出。那这个时候呢，这张图片就已经喂给 Midjourney 了，那我们就能获得它的一个图片链接。这里呢，我们点一个斜杠，点 Image， 把图片放大，点一个右键，复制链接，把它粘贴到这个 Prompt 后面。这个时候可以输入我们的一个新的描述词，同样要用到我们的一个谷歌翻译比如说我们说猫咪坐在地上，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给它一个描述词：猫咪坐在地上哭。这里呢就要空格一下，把我们的提示词粘贴到后面。这里呢再空格一下，输入一个-V， 输入一个 V6 版本。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以图生图，一个图片的链接加上我们一个描述词，再加一个参数。好，我们这里直接点 Enter 键发出。这里呢，我们需要排队等待一下趁着排队的时间呢，小鱼给大家聊一下这个Midjourney做图呢，确实是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比起很多的一些免费工具缺点在于呢，它是需要付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的一个价格。那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一个付费计划，一个标准计划呢，月付呢是要30刀结合人民币的话要200多块。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呢，这个确实有些不划算，但是没关系大家可以便宜合租，可以找到小鱼儿的一个Midjourney视频，点开。那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呢，我们点击更多这里有一个Midjourney便宜合租，我们点这个链接，那它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这里面都是比较好用的一些工具。这里有 AI 服务，这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一个 GPT 一个 GPT Plus 会员这个呢可以直接点进去35块钱一个月。那这个呢就是 Midjourney。那这里还有一个 Notion 笔记，这里还有一个汪位的一个文本生图我们直接点进这个 Midjourney。在这里呢，它也是有几种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最优惠的就是一个标准6人月付59，那就是一个合租6个人。那么这儿还有高级一点呢，就是一个99块钱。如果说想一个人使用的话，这里也有一个标准会员独立月付，这里呢还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合租的年付的，只需要400块钱。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共享年付的720，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呢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如果说你是长期绘图，如果说你是长期需要使用到一个纹身图，那么也可以考虑一个年付。那在这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支付方式可以选择支付宝支付，也可以选择一个 PayPal 账户。那回到我们的 Midjourney 页面看一下，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刚才我自己一个描述词就是一个肥胖猫咪呢穿着连衣裙，挎着包包向我们走来。你可以从里面选择一张你满意的来进行一个图生图，比如说我觉得第3张不错，我点一个 U3
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一次性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就用它来创作一个连续性的人物。那这里呢，我们更改一下提示词，那我们写一个提示词：猫咪推着购物车在超市购物。这里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啊。我们点一个斜杠，点一个 image。那这个时候呢，同样我们把图片放大，粘贴一个图片的链接，我们点复制链接，把它输入到这个提示后面，这里空格一下，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新的提示词给它粘贴进来。最后呢，输入一个参数，这里呢还需要空格一下，杠杠 AR 9:16，再空格一下，杠杠 V 空格6啊，还是用这个版本。直接点一个 Enter 键，又需要排队等待了。这里呢，因为小鱼儿也是用的一个合租的链接哈。那这里一个合租的链接呢，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找。那这个呢，是我们刚才的一组提示词啊，猫咪坐在地上哭，那是根据这一个图片来进行的以图生图。很显然呢，这个结果不是很好。那我这里再试一下，同样我们点一个 image， 把它的一个图片链接再把它粘贴下来。输入我们一个新的提示词，还是猫咪坐在地上哭哈。这里呢，如果说我们直接输入一个图片链接，达不到一个以图生图的效果了。这里呢，我们空格，我们先把提示词粘贴上，在这后面参数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想一点的办法了。我们先输入一个，它是1:1的一个参数啊，我们还是按照1:1，杠杠 AR 1:1。再杠杠 V， 还是一个 V6 版本。最后呢，我们要输入一个 i 的参数。那么这个参数呢，一般也是使用到一个生成连续性人物的才会用上啊。这里我们先输入杠杠 iw。那这里呢，一个 iw 参数呢，通常是0.5到2，2呢是最大的一个值。如果说你要想让它图片保持的一致性高一点呢，那就输入一个2。啊，我们这次又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我们根据这个猫咪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已经出来了啊，更换了一个场景，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出入呢还是很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里面加入一个 iw 权重呢，同样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稍微改一下，猫咪提着包包走进了超市。OK， 那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图片链接先粘贴下来。那这里呢，我们用它的一个原提示词来进行一个修改。我们重新开启一个谷歌翻译，那我们可以让它翻译成中文：一只穿着裙子、背着时尚包的超级可爱的肥猫。我们把这后面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背着时尚包的超级肥猫走进了超市。OK， 那这里其他什么都不用改，我们直接粘贴到这个后面，空格一下，直接发送。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组以图生图的效果已经出来了。那这个是原图啊，非常可爱的一只肥猫。再看一下，我加了一个 iw 权重之后的一个效果啊，放大给大家看一下。OK， 马上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做出来的效果就比上一次好了很多。那这个是刚才没有加一个 iw 参数，直接用了一个图片链接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可以看到啊，明显它连衣服都没有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组啊，两组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一组就更相似了，而且也为它穿上了一个衣服。那我们可以从中选择一张你比较喜欢的图片。这个做出来这样效果呢，还算是非常的不错了啊。这个猫咪肥的有点可爱。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呢，继续以图生图。同样一个斜杠 image， 我们还是把图片的链接粘贴下来。那这儿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呢粘贴去修改一下。那这里呢，猫咪坐在地上哭，我们给它改成猫咪睡在，我们直接输入一个猫咪睡在床上。那这里呢，我把这个 iw 权重呢，我给它改成 1.5， 我们再看一下，粘贴到后面直接发送。这里正在排队。那我们在做图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或者说挑选一个不是高峰期的时候来进行一个绘图。那同样呢，这个我用2个来看一下效果。我把这个提示再粘贴下来，用一个 1.5 和用一个2的一个权重来看一下哪个效果更好。那么视频看到这里呢，很多新手朋友刚刚接触秘经理呢，可能会有点懵，对我说的这些
那大家可以返回小鱼儿的频道呢，去看一些基础教程啊，一个基本的指令使用啊，还有一个零基础啊，这些长宽比这些呢，我会把所有的教程链接呢都放到下面的描述栏以及这个右上角啊，大家可以先去学习呢，再来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看一下Midjourney呢正在作图当中哈，它都是用一个模糊到清晰。那这一次呢，相似度更高了。效果还可以，我个人还觉得这个Midjourney真的每次都能给我们惊喜啊！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相似度真的更高了哈，这个效果真的还不错。虽然说稍微有那么一点变化，但是呢，有变化是正常的。你要想100%的完全一模一样呢，有一定的难度哦。我们看一下原图，那原图呢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原图。这个是生成的，裙子的颜色呢还是有点相似啊，只是猫有一些变化。OK， 那我们再尝试一下，这里呢输入，我还是用同样的提示词。那这里呢我是没有加一个 IW 参数啊，我们直接把它粘贴下来啊，用我上面的一个方式加入一个参数啊，加入一个 IW 权重空格杠，再空格一下。我先输入个 1.5， 点 Enter 键送出。来，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一组图片。那这里我从这个猫咪坐在地上哭呢，改了一个提示词到猫咪躺在床上。放大看一下，那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了还是不错的哈。这个猫咪的一个相似度还是非常的高，猫咪躺在床上。那这个是一个权重是 1.5， 那这个权重是2。那我再放大看一下。那这个是权重2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权重 1.5 的效果，我个人感觉 1.5 的效果更好。那这个2呢，我们看一下原图，那这个是一个原图，那么一个 IW 参数调到2的话，它的相似度呢更高一点。在这里呢，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你要想让这个图片跟原图更加的相似，那我们如果光靠一个图片的链接达不到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在参数后面呢加上一个权重 IW 权重。那我们这里再用这个猫咪呢，再生成一个场景。我们先把它的链接粘贴进来。好，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去更改一下。那我们把这个包包给它去掉。这儿我加了一只穿着裙子、超级可爱、超级肥猫，在餐桌上吃饭，一手拿筷子，一手拿碗。这个呢又给Midjourney增加了一些难度啊。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这个呢，我先不加一个 IW 参数，我直接发送。那我再加一个参数啊，两个效果进行一个对比 ，IW 加个 1.5。那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提示词啊，我说一个猫咪呢提着包包走进了超市，在这里呢我加了一个 IW 权重 1.5， 我们看一下，我这儿放大给大家看一下，那可以看到啊，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原图，这个是原图啊，这个是我刚才加了一个 IW 参数，那相似度还是蛮高的。这个猫咪的脸啊带点白，那可以看到啊带点白，穿的这个裙子颜色还是差不多的。那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相似度更高一点，加上了一个 IW 权重。那这个是没有加一个 IW 权重的。那这里我会把所用到的一些提示词呢都放到描述栏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自行尝试。由于时间关系呢，这里呢我就不等它出图了啊，这个时间呢，那下期的时候呢我再向大家展示，那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想要以图生图的话，首先一点呢，我们必须要用图片的链接。那只是加上图片的一个链接呢，我们可以看出生成出来的效果来不尽人意。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到的呢是一个权重啊，我们可以加上它的一个权重呢，我们可以保持一个人物的一致性，让它与原图更相似。这里呢，权重可以选择2，越高呢，它的相似度就越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了一个 IW 权重之后呢，生成出来的效果呢，都是生成出来的图片呢，都高度的相似。那今天的小鱼儿这期课程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小鱼儿的，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啊！我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分享新的内容。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再见。